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这是一场永远铭记在人类历史中的审判。1960年下半年，耶路撒冷贝特哈姆剧院接到了一条死命令，必须在3个月内改造为一座现代化的法庭，要求拥有防弹玻璃的被告席，可以容纳至少700名观众。新成立的电视公司也接到了任务，要求为当时全世界56个有电视台的国家提供现场直播。另外，全球还有35个没有电视的国家也申请观看，要为他们准备好纪录片的胶片拷贝。这在1960年是一件极为艰巨的任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审判一个人。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次审判，60多年过去了，审判的结果仍然影响着每一个人。为什么？审判一个外国人跟全地球有什么关系？这是因为对审判的结果一直都处在反思之中，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审判的内涵在不断的反转，对它的讨论就像在人的心口上拉刀子，这是对隐藏最深处的人性的窥视。今天的节目是一场哲学思辨的旅程，每个人都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有关这个世纪大审判的来龙去脉，我们还得从头说起。时间要回到1961年4月11日，耶路撒冷贝特哈姆剧院人头攒动，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云集于此，全球几乎所有的大型报纸都报道了即将开始的审判。被告人叫阿道夫·艾希曼。这个艾希曼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呢？这是一张艾希曼年轻时的照片，帽子上的骷髅头骨引人注目，证明他是一名纳粹德国党卫队的高级军官。照片中的他眼神深邃，嘴角微微上扬，但是就是在这个英俊的外表下，隐藏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魔鬼，杀人最多的刽子手。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犹太人种族灭绝计划的执行者之一，在他和同僚的积极行动中，有600万犹太人被有计划地杀死或者迫害致死。人们想要知道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人性，在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之后，他有没有一丝半点的忏悔呢？在记者席上有一位女哲学家，她叫汉娜·阿伦特，当时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在阿伦特的想象中，艾希曼应该是一位才智过人、精明强干、凶残粗暴、冷酷决绝的人，一个绝不会忏悔的死硬分子。不单是阿伦特，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庭审开始了，艾希曼在几名狱警的陪伴下走进了防弹玻璃后的被告席，他显得有点局促，在坐下后还向女书记官点头示意。法官进场后，他立即起身，站姿挺直，这个时候还能依稀地感到他身上有点军人的样子。随着庭审不断进行，阿伦特觉得越来越奇怪，这位史上排名第1的杀人恶魔不但没有一丁半点的霸气，相反表现得相当的笨拙。他总是所答非所问，长篇大论地讲述管理犹太集中营的技术细节，表现得就像是一位循规蹈矩的技术官僚。艾希曼在整个庭审期间都拒不认罪，他的理由是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的命令是希特勒、希姆莱这些第三帝国的领袖下达的，而他本人只是一位服从命令的小官僚。在2战期间，像他这样的官僚有成千上万，如果要定他的罪，是否那些技术官僚都有罪呢？服从命令的人有罪吗？艾希曼的问题引发了庭审期间的大讨论。最后怎么给艾希曼定的罪呢？是因为发现了他以前的一些录音带和手稿，他亲口承认组织并谋杀了500万犹太人，证据确凿，艾希曼被判死罪，于第2年执行。坐在记者席上的阿伦特深受触动，杀人恶魔艾希曼不但不像恶魔，恰恰相反，这个人蠢到没有鉴别善与恶的能力，他是一个对上级唯唯诺诺的应声虫，是一位毫无人格魅力、木讷无趣的工具人。阿伦特一连为《纽约时报》写了5篇深度报道。他认为罪恶分2种，一种是下达屠杀命令的统治者的极端之恶，
第二种是服从命令的参与者的平庸之恶。他们因为太平庸而失去了对恶行的思考，于是阿伦特提出了他著名的哲学观点：平庸之恶。这是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阿伦特的观点引发了轰动，但是也产生了质疑：人性中真的存在平庸之恶吗？这会不会是阿伦特为了标新立异自己发明的一个概念呢？时间来到1962年，在艾希曼执行死刑后的一年，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米尔格拉姆想通过一个心理学试验来验证人性中是否真的存在平庸之恶。他煞费苦心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方法。米尔格拉姆招聘了40名不同职业的男性作为实验对象，年龄在20岁到50岁之间。实验是有报酬的，相当于今天1小时40-50美元。实验的情景是这样的：米尔格拉姆对40名实验对象说，他要做的是一个加强学生记忆力的实验。40名实验者需要朗读一些配对的关联词，如果学生没有回答上来，就给他实施电击。电击强度从15伏到450伏，分为30个按钮。按钮的下方有对应的标注，从轻度电击、中度电击、严重电击、极严重电击，一直到危险电击。这些高压电会不会给人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让人致死？没有说明，当然也没有人解释。米尔格拉姆找来了一位演员，让他表演学生。实验开始了，演员的任务就是总是打不出来，所以他就会不停地被电击。当实验者将电压调到200伏以后，演员就会进入到表演模式。他会不停地请求停止实验，因为电压使他疼痛，他需要退出这个实验。通常到这个阶段，实验者会感到非常痛苦，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他们内心激烈冲突，有的人的身体会产生颤抖。每当实验者犹豫的时候，旁边就会有一位假扮的权威人士。这个人衣冠楚楚，打扮得像博士或教授一样，他就会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要求继续进行实验。The correct one. Let me out of here. Let me out of here. Let me out. Continue, please. Let me out of here. My eyes bother me. Let Go me on. out. Let me Your out. responsible for it. 实验者陷入到两难的境地，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根据米尔格拉姆的统计，有 88% 的人选择了强度电击， 68% 的人选择极强电击，超过 65% 的人选择了最终电击，服从终极命令的人超过了 65%。 后来这个实验又被其他学者重复了很多次，得到的数据都差不多。这些实验者都是从未有过犯罪记录的普通人，他们都是平常所说的好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类在明知对方会被伤害的情况下，仍然会盲目地服从权威的命令。这个实验就是著名的服从权威实验。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真的存在。通过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在反推艾希曼的所作所为，一切似乎都对上了。艾希曼就是一个平庸的人，他顺从领袖的命令，从来没有对善恶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20几年后，有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时间来到1989年，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褒曼针对犹太人大屠杀事件出版了一本书《现代性与大屠杀》。在书中，褒曼提出了一个从未提出过的颠覆性的观点：大屠杀不是野蛮文明产生的，正是因为人类进化到了现代社会，所以才产生了规模如此巨大的大屠杀。此话怎讲呢？600万人的大屠杀，1-2个人是绝对完成不了的，必须是一座超级巨大的工业流水线才能完成这么复杂的工作。所有参与的人都只是照章办事，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日常管理，有人负责向毒气室放毒气，有人负责尸体的处理。现代化最大的弊病就是大家都认同生产力至上的观点，而把道德建设排在了第2位。当官僚体系运用现代技术去实现目标的时候，
没有人敢于讨论其中的道德问题。集中营就像是一个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工厂，只不过这个工厂生产的产品是死亡。在审判中，艾希曼提到过很多技术上的细节，比如他说，一列运犹太人的列车通常只能装700人，但是如果把行李分开运送，就会节省出300人的空间，一列火车就可以装1000人。他关注的是怎样使运输效率最大化，装载标准化，而不是大屠杀本身。艾希曼并不是疯子，相反，他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的小提琴拉得非常好，喜欢读康德的著作。他既不是狂热的反人类分子，也没有虐待倾向，他只不过是纳粹德国这台巨大机器上的一个微小的齿轮。按照包曼的说法，这场灾难是现代理性打败道德和人性的一个历史证明。包曼的理论振聋发聩，观者无不惊叹，原来大屠杀是现代文明的失败，更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包曼说的对吗？20年后，有关艾希曼事件的结论居然再一次反转了。时间来到2014年，德国哲学家贝迪纳·斯坦尼斯出版了一部专著《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在书中，斯坦尼斯质疑了阿伦特平庸之恶的理论，并且完全颠覆了世人对艾希曼的看法。斯坦尼斯凭什么重新解读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呢？原来，在1998年以后，以色列和德国陆续公开了艾希曼的全部资料。斯坦尼斯走访了32家档案馆，听取了73卷录音带，查看了1300多页艾希曼的手稿和3564页庭审记录。终于，他把艾希曼从历史的迷雾中挖了出来。前面讲了，1961年给艾希曼定罪的关键证据是他以前的一些录音带。这些录音带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1950到1960这10年时间里，艾希曼一直躲藏在南美的阿根廷。他能逃到阿根廷，完全是因为阿根廷总统胡安·毕隆的默许。毕隆年轻时在意大利服过军役，他崇拜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同情纳粹党人。在毕隆的支持下，很多纳粹就逃亡到阿根廷躲了起来，艾希曼就是其中的一位。因为这里远离欧洲大陆，身边又有许多纳粹党的同伙，几年后他的警惕性就慢慢放松下来。1957年，一位叫威廉·萨森的前党卫队记者找到了艾希曼，他们与其他的纳粹分子共同约定出版回忆录，妄图为纳粹翻案。于是萨森就对艾希曼进行了长达70个小时的录音采访，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萨森访谈录。这份访谈录分为多份，保存在各个档案馆里，在98年后陆续向公众开放。斯坦尼斯就是第一批接触到完整访谈录的德国学者，他越听越吃惊，艾希曼的录音与他在法庭上表现出来的判若两人。艾希曼的军衔是党卫队1级突击队大队长，相当于国防军中校。这个军衔并不太高，但他还有一个身份更重要，他也是盖世太保地处4科的科长。这个4科就是全权处理犹太人问题的科室。艾希曼根本不是他嘴里所说的党卫队里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早在1938年，他就已经非常有名气了。维也纳的犹太人报纸厌恶地称他为嗜血的猎犬，犹太人的沙皇。什么人才能叫沙皇呢？显然在那个时候，他的手上已经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一开始，纳粹只是想把犹太人赶出欧洲或者关进集中营。到了1942年1月20日，纳粹领袖在柏林西南部万湖区的一个别墅召开了万湖会议。在这个会上，他们确定了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计划，这就是永记于史册的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这个会议就是由艾希曼负责筹备的。艾希曼的工作是恐吓、威逼犹太人领袖，建立管理犹太人的委员会，将犹太人移送到集中营。他根本就不是无足轻重的小吏。事实上，他一直在积极主动地完成工作，并且因为出色的表现，被其他同事视为第三帝国的中坚力量。在萨森访谈录里，这些昔日的纳粹、今日的流亡者，不但从没有忏悔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且还希望反攻倒算，
利用欧洲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分裂，美苏两国开展冷战的有利时机，妄图重建失败的第三帝国。真正让斯坦尼斯震惊的是艾希曼在访谈中的一句话，他说：就算是死也不怕，我会快乐地跳进坑里，因为我知道大约500万名帝国的敌人跟我们一起被杀死。他指的帝国的敌人就是犹太人。今天历史学家统计，大概有600万犹太人死于那场种族大屠杀，而艾希曼计划组织参与了其中500万人的屠杀行动，这是难以想象的。他的确是历史上最大的刽子手，沾满了最多鲜血的人间魔鬼。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色列特工最终在1960年发现了艾希曼，并成功地将他从阿根廷劫持到以色列，进行了一场迟来的审判。对于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人，阿伦特怎么会说这是一个平庸之人呢？那是因为阿伦特被骗了。艾希曼绝不平庸，而是一位非常聪明、非常狡猾的对手。他故意在法庭上所答非所问，长篇大论地讨论技术细节，就是为了给法官营造出一个唯唯诺诺、刻板迂腐的小吏的形象。他的目的是逃避法律的制裁。在观看纪录片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艾希曼有一个习惯性的表情，就是他的嘴角经常向左或向右的上扬。一边嘴角上扬，通常表示了一种自负和内心的轻蔑。艾希曼在他营造的那副老实人的外表之下，是精于计算的人心的操控者。他那张最具代表性的党卫队照片也是如此，一边的嘴角微微上扬。艾希曼从没有改变过自己，他所做的一切从来都不是平庸之恶。那些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服从权威的实验者也是如此。为什么在权威的命令下，他们可以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进行伤害呢？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也许他们在乎实验给他们的报酬，也许他们天生就以伤人为乐。315 volts, the answer is ink. 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表现出紧张、不适应，甚至是痛苦的样子呢？与艾希曼的演出一样，这是他们推卸责任的办法。万一有人追究，他们会以服从命令为借口逃脱制裁。其实哪有什么平庸之恶，只有人性中的深藏之恶。斯坦尼斯的书将艾希曼的审判推向了新的认知领域。作为一名德国人，不遗余力地揭露本民族犯下的罪行，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在法西斯轴心国里，对战争反思最深刻的就是德国人，这对重塑战后德国人的精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斯坦尼斯也为我们留下了思考：如果人们都打着服从命令的旗号作恶，世界不就越变越糟了吗？面对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呢？其实早在二战时期，就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考过这样的问题，而且给出了了不起的答案。时间要再次回溯到1941年。在法国巴黎著名的花神咖啡馆里，让·保罗·萨特每天都在这里奋笔疾书，用了4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他的哲学名著《存在与时间》。今天花神咖啡馆仍然存在，成为巴黎的一个著名的文化景点。萨特在这里冥思苦想，人的本质是什么呢？他从咖啡馆的饮料中找到了灵感。好比一只杯子，杯子只是一个容器，它是空的，装上水之后，它就成为了一杯水；装上酒之后，就成为一杯酒；装上牛奶后，就成为一杯牛奶。同理，人体也是容器，是意识的容器。意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是虚无的，所以人的存在也是虚无的。由此，萨特得出了存在与虚无的命题。意识在不断的改变，所以人并没有什么预定的本质。每时每刻我们都有待形成，每时每刻都会形成下一个我。
我们总是处在一个动态的过程里，所以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这与艾希曼的罪行有什么关系呢？回到艾希曼的例子上来，上级虽然下达了命令，但是艾希曼一定要服从吗？不一定。艾希曼其实存在着多种解决办法，比如他可以自杀，当然这个做法太迂腐了。他也可以选择逃跑，选择消极抵抗，甚至选择与灭绝人性的命令做斗争。但是艾希曼却选择了服从命令。艾希曼在法庭上声称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这些都是自欺欺人。他并不是别无选择，而是主动选择了去作恶。自由选择的结果是什么呢？萨特说，自由选择并不轻松，自由选择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选择必定会带来后果，谁来为这个后果负责？只有一种可能，谁做出了选择，谁就要独自的承担责任。同样是德国人，奥斯卡·辛德勒选择了救人，他永世都是犹太人的恩人。后来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使这个名字名扬天下。而艾希曼选择了杀人，他没能逃脱正义的制裁，最终被绞刑处死，失去了生命。萨特的哲学理论为艾希曼的审判做出了最好的注脚。我们怎样才能摆脱人性中的深藏之恶呢？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是自己的选择。今天，艾希曼的审判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是仍然值得我们不断的反思。他不单单审判了艾希曼，其实审判了我们所有的人。Was not invented by Hitler, but the Nazis converted anti-Semitism into a doctrine of hatred.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聊。